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昨天美股继续上涨，并且它的价格稳定在了我们看到这里是169均线和144日均线的这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区间之内啊，也就是说34000点到33850点啊，这个非常狭小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做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有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注意看啊，这里是合并 K 线之后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啊，这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是有几率啊，在站上日线级别144日均线、169均线之后，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日线级别的反弹通过划分 K 线，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那么对于日线级别的反弹，就有唐僧阳线到达34300点的一个预期。总而言之呢，对于道指来说，目前是有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预期。同时呢，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呢，有可能引发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毕竟呢，行情走到这里面，从35600点开始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有做周线级别对称性上涨的一个需求。如果能够出现周线级别对称性上涨，美股将会迎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牛市啊。虽然很多专家学者提到了经济正在下行，但是经济下行并不影响资金充沛的美股出现牛市行情。然后我们回头来看比特币啊，比特币在昨天乌龙指之后啊，这个乌龙指指的是美国 SEC 通过了 ETF 嘛实际上这则消息是假的，虽然是一则假的信息啊，但是让比特币的价格冲高回落，虽然有回落，但在这个位置上站上了一个关键性的点位，这个点位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最近一段时间总在提的28000点。我们看永续这个图我画的比较清晰一些啊。首先在10月1号这一天突破了白色线也就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10月1日，比特币月开始发动突破，突破之后进行了回踩。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回踩呢？原因是上方存在3重压力我们之前提到的3重压力是144均线169均线和波谷连线前面行情这个6到8月份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都是在28000美金28000美金这个压力形成之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线连过来和底部的这个波谷连线红色线连过来，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在10月中旬的时候不断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就判断10月份是一个比特币月，美股在反弹外围市场是良好的10月份比特币月有86%的上涨概率因此呢，这个位置上大概率会发生突破。但是它突破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消息面有一定因素它是一个ETF 通过假的通过引发了快速上行和回落动作。我们在小日线上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插针然后回落，但回落之后我们看到基本上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并且站稳了28000美金。那么我们也看到美股是一个持续反弹的行情，并且美股站上144日均线、169均线。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也站上了28000美金，那就有一个未来有可能发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那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是以10月16日这根阳线作为悟空阳线的。那么昨天和今天这两根一阴一阳是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悟空阳线多头趋势的判断。那上方呢会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位将回到32000美金。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周线级别的比特币来说，6月19日这周我们提到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概念。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后面出现干扰性 K 线，直至今日这个干扰性 K 线一直的存在，包括本周的阳线。但是这根阳线意味着本周的这根阳线意味着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组依旧存活。那上方就有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这样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预期。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目前来看它是一个多头的走势。读者群和会员群朋友都在问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山寨走势比较低迷。我们可以看到山寨币在我们多空实时数据当中，它的空头数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多但是在这个空头数据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是空头数据当中唯一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 BTC 档BTC 档出现了空头，证明比特币是一个在4小时级别上在15分钟级别和小日线级别上都是一个上涨的行情这里是时间级别右侧是 B 轴证明 BTC 呢是一个上涨的行情。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山寨在下跌呢？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是 ETH 以太坊和 BTC 的这个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
出现了长达1年的从22年10月份一直震荡到今天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但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打到周线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变盘的区域。那在缓跌之后，这个变盘区域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急跌。那么为什么最近几个交易日以太坊它的价格稳定了呢？为什么稳定了呢？但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价格在急跌呢？原因是比特币快速上涨，以太坊没有跟随上涨，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出现了急跌。那么急跌之后一定会有急速反弹，耐心等待这个急速反弹的发生。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价格能出现这个比值能够出现急速反弹的话，那么意味着以太坊将会有一段领涨行情这个领涨行情是将要领先于比特币的，也就是说，以太坊会和比特币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轮动行情。那么耐心等待比特币爆发结束之后以太坊将会迎来一波行情。而以太坊迎来行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山寨币跟随以太坊上涨，那么将会迎来的是山寨币爆发行情。所以呢，除了板块轮动之外比特币和主流币和山寨币之间也存在同样类型的轮动现象。那么通过 iCoin 的热点币种，我们可以看到LOOM 这个币种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暴跌对于它的暴跌，我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也给出了参与的方式和避免风险的一个方式我们打开 LOOM 的 K 线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 LOOM 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欧。那合并 K 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它是1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欧。那周线级别上涨细欧之后，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 K 线细欧方法周线级别上涨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首先呢，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它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下跌细欧，回踩到0.28，0.28如果进场的话，你要在0.26附近做止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的调整时间级别有可能放大我们看到是周线级别上涨细欧之后，它有可能做的是小时线级别下跌细欧、4小时级别下跌细欧，或者是日线级别下跌细欧。但是到达某一个时间级别下跌细欧结束之后，它会出现反弹上涨。那不确定它会做哪个时间级别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在它这个时间级别调整结束之后有仓位。这个仓位可以是观察仓，也可以是有个1-2成仓位，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仓位都要设置止损。那么我们在昨天看到它小时线级别下跌细欧结束之后打到小时线级别144均线附近支撑，那169均线设置止损。那么今天行情重新走到了4小时级别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4小时级别下跌细欧完成之后这个位置上同样有4小时级别的支撑位，大概是在0.18美金附近。那这个位置如果进场的话要在0.16附近去设置止损。原因是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涨细欧，它做了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小时线级别下跌细欧的调整，4小时级别下跌细欧的调整。那有没有可能最终演变成日线级别下跌细欧呢？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呢，进场之后还要设置止损，设置止损。如果触发止损之后，耐心等待它完成日线级别下跌细欧这样子的话，我们通过分仓进场设置止损虽然前面几个调整的时间级别每一个进场都可能出现受到损失的机会，但是呢，如果能够把握住一个时间级别，在它这个时间级别调整结束之后，一旦出现上涨行情、反攻行情，那么对于这种暴力上涨的币种我们底部有仓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获得巨大利润的这也是 K 线细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能够带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好的东西同时呢，我们这本书里面K 线细欧战法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相关的内容。那这是连接到我们一些量化的账户里面的数据这是实时的动态的资金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9月23日开始跑的这个净值是26768的，目前已经盈利了640美金目前的盈利率是2.39%，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我们目前已经屏蔽掉了巨幅震荡带给我们的获利损失，也屏蔽掉了一些插针行情带给我们的损失。所以呢，屏蔽掉损失之后，我们的盈利目前来看是非常稳定的，最大年化已经达到了146%这里是综合年化，也就是从起跑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年化，不是日化之后的一个拓展的年化不是通过日化去计算的年化，是一个从起跑开始跑到现在的一个综合年化那么目前它的一个战绩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数据表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